关税战剑指中国。2025年4月2日，美国第二次就任总统特朗普再次挥出关税宝剑，横扫全世界180个贸易伙伴，对这些国家征收10%到49%的入口货品关税，并且在4月9日狂风扫叶一般轰动执行。特朗普在过去一直对美国人说，美国其实一直被全世界的贸易伙伴欺负霸凌，说所有国家都对美国的出口货品征收高额关税，以至于美国一直都处在贸易逆差的困境之中，造成本土制造业大量流失市场份额，甚至于在市场中灭绝。也因为这个原因，造成严重的行业职位流失与消失的问题等等。总之，特朗普把美国现今所遇到的所有一切财政与经济及民生问题，都归咎于全世界贸易伙伴的关税问题。因此，当他粗暴地射出这一招时，还信心满满地宣告，这一天是美国的解放日 Liberation Day。 这个惊心动魂的举动吓坏整个世界，接着全世界的股市，包括美国自家的金融、经济与汇率市场，都一起坐过山车，颠簸颤动，全世界霎时倾浸在一股混乱的迷雾当中。有人随即抛售市场股票、各家债券、各家货币，还有一些基金经理人、银行家等等，都在绞尽脑汁苦苦思索，预备接下来要承接的各种负面风险。可是虽然全世界都处在惊恐、焦虑、慌乱、迷惑与压抑当中，特朗普却依然每天开心地去打高尔夫球。几天后，他得意洋洋地在汇报会中说道，现在已经有75个国家正在焦虑地排着队，要与他谈判关税的问题。他为何开心？因为他所出的这一招，基本上已经浮现他所预期达到的效果，那就是要让全世界的贸易伙伴跪求美国的怜悯，减低或取消对他们国家的关税，让他们的人民可以继续和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系进行商品贸易。假如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他也可以借此机会进行他的最终目标，那就是建筑一个围堵中国的关税堡垒。当然，特朗普胆敢如此张狂，对着全世界张牙舞爪，一改往日历届美国总统在全世界人的面前摆出彬彬有礼、文明优越的姿态，就是因为他在就职第一任总统时，从对中国施加10%的关税时的市场反应中尝到了甜果。在史蒂芬·米兰为2018至2019年针对特朗普政府第一次对中国施加10%的关税的报告书中，明显地指出，施加进口关税其实不会造成美国通货膨胀。他根据一个数学原理来说明这件事 ：PM 等于 1 加 TPX。PM 是入口价格，1是货币兑换率 ，T 是关税率 ，PX 是出口价格。根据这个数学方程式，假如美国对中国施加10%关税，那么情况就会变成这样 ：PM 等于0.9， 1加0.1，PX 等于0.99。换句话说，假如施加10%的关税，美国入口货品价格不止不会增加，反而会减少0.1%。原因是施加的关税率会让出口国的货币汇率直接贬值10%，最终入口货品价格反而会因为出口国汇率的贬值而从1美元减至99分。因此，在2018至2019之中，纵然有关税问题，但美国消费价格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因为入口货品价格的涨幅微小，甚至只有4%，加上货品流通与分配的成本，对入口商而言，如此微小的涨幅是可以被吸纳的，因此使得当时的消费市场价格完全不被干扰。当然，根据这个算法是有个假设条件，那就是对方完全不施予报复关税。所以这就是为何当关税已宣布后，特朗普总是威胁到大家不要报复关税啊，因为当一发生有报复关税的问题，这个算法就不灵了。无论如何，这个报告的确给予特朗普政府一个强而有力的讯息，让他们相信对进口货品施加关税，不止不会令美国经济遭受通膨压力，还可以增加美国的收入，改善贸易逆差，并且最重要的是，可以把出口国的货币直接贬值。美国政府一向都在臭骂各国都刻意贬值来增加出口，并一向都利用各种方法来打压别国币值。这次这个关税动作不用多说什么，一刀下去，出口国的币值就可以自动贬值。当出口国的货币贬值之后，短期里是可以获取利益，因为币贬可以帮助增加出口额，并且加大出口国的贸易顺差。大家此时一定会问，特朗普不是要减少贸易逆差才打关税战吗？为何这招反而令出口国的贸易顺差加大了？美国不是吃不着兜着走吗？那干嘛还要打这一战？当然不是这样的，人家可是老谋深算的。在短期内，表面上出口国的贸易顺差会增加的，国家收入加强了，可是接着不久却会迫使其国货币价值增长。可一旦本币汇率增长，出口价格自然跟着涨价了。出口价格涨价，卖出去的份额当然就会大量的减少。当出口额大量减少，扣除了给予美国的关税，出口国能回收的盈利也大量减少了。接着就会给该国的货币带来严重的贬值压力。
本国的钱变小了，入口货品价格提高，消费货品价格就变高了，市场就会出现钱不够用的问题。不久的将来，当通货膨胀的问题涌现，这个出口国就会发觉自己已经陷入泥沼之中，不能自拔。因为这样的恶性循环不只会发生在一个国家，而是发生在几乎全世界跟美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之中。假如世界上只有几个国家发生货币严重贬值问题，对这几个国家的出口会有相当力度的扶持的。但是，假如这种现象发生在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当中，出口的竞争力自然受到挑衅与威胁。为了让自家的货品能够争取在美国经济市场的更大份额，各自恶性减价与抛售是自然会发生的现象。于是，在同柴之间相互血战的情况就会发生了。最终，美国消费市场不只能拥有价廉物美的货品通通消失，而最得益之处就是美国从关税中获取财富，并得以成功地把他们经济危机和问题转移到全世界。倘若世界各国这种恶性一直循环下去，货币不断贬值，吸引外资来投资的引力就越来越微弱，这些国家的国力就会越来越衰退，直到最后，全世界只要依赖美国经济体系来生存的国家，就会感觉自家经济成长越来越乏力。唯有美国继续壮大，保有它一国独大的梦想，也可以继续霸凌这个世界的每个国家，甚至于是每一个国家的国民。在4月10日，特朗普政府突然急转弯，但却带着调侃与鄙视的口气，宣布对全球75个国家的关税暂缓施行90天，让他们有机会坐到谈判桌上，协商双方有利的条件，来达到解决关税的问题。在米兰的报告中说道，关税是最好的谈判手段，这个手段不只不会让美国吃亏，也可以借此来威胁、扭曲其他国家的人道立场、经济走向、财政规划，亦或军事动向。当那些被威吓到的国家乖乖地坐到谈判的机制里，他们可能要回答和妥协的几个条件，例如：1. 他们有对进口美国和出口美国的货品施加对等关税吗？2. 他们有特意压低本国货币，例如大量储存外汇储备吗？3. 他们是否有开放境内营运给予美国公司？4. 他们有尊重美国的智慧产权吗？5. 他们有通过在出口途径来帮助中国规避关税吗？6. 他们有实践协助对北约的义务吗？7. 在发生国际性的争执时，他们会在联合国偏袒中国、俄罗斯及伊朗吗？8. 他们有帮助被裁制国家规避裁制或有经贸来往吗？9. 在各种国际安全舞台上，他们是支持还是反对美国？10. 他们有窝藏美国的敌人吗？例如恐怖分子或网络罪犯？11. 在国际舞台上，例如在联合国，他们会反对美国吗？从这些谈判的条件当中，我们可以明显的察觉，特朗普要应用关税的条款，拉拢或威胁各个需要美国市场的国家，变成他的帮手或打手。他在刻意地打着一个闪亮的名号和呼唤，说要把这些支持他的国家都编入在美国的安全与军事的保护伞下，而明显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利用关税手段胁迫对他服从的国家联手对付，并一起把中国严实地围堵起来。围堵中国的目的几乎脱离不了同样的那几个理由：一是以压逼性的手段迫使中国经济成长减缓；二就是压逼中国改变国家经济政策，开放运营市场边界，给予优先待遇，特别是给美国人；三是要挟尊重知识和智慧产权；四是克制发展科技电子领域、尖端敏感技术及军事产业等等。因此，从4月10日算起的未来90天内，是一段历史性的美国与其贸易伙伴隐秘串谋的关税战的开始。根据前言和种种迹象中分析，特朗普应该会对每一个国家，根据美国的经济与军事的考量，列出不同的条例清单，来达到互相谋合的目的。在米兰的报告中，他亦提倡多元关税规则，针对每个国家根据不同的地缘政治需求，列出不同的关税征服。他认为，也只有利用这个方法，才能围堵中国。当然，从目前的情况发展看来，也已然反映在特朗普政府的所行所想之中，也显现出他们真正的野心和阴谋。也因此表示，我们不难预测，许多以美国的经济市场赖以生存的国家，将会奋力跳入这个圈子里。如此一来，围堵中国的一堵墙借此顺利建筑起来。未来90天之后，这个世界将呈现出什么样扭曲的模样？我们唯有默默地观察和等待，未来的中国会何去何从？能否突破这次比当年8国联军侵犯更具杀伤力的围堵？我们拭目以待。但是有一种局面我们是不愿意看到的，那就是这个世界以后是属于一个国家霸权的世界，因为如此状况只会让这世界发生严重倾斜与扭曲。一旦一国独大的局面形成，这个世界以后就永远失去安宁、健康、和平的日子。
这个世界如果要得到永远的和平与稳定，就必须出现三国鼎立的局面。唯有三国鼎立之时，在他们的国力与军力可以分庭抗礼、相互牵制之下，这个世界才不会再有战争。我是一个平民百姓，也是一个经纪人。我对世界的发展只站在经济的角度以及中庸的态度来分析，没有偏袒，亦没有歧视。可是我担忧，也真正的感觉焦虑。90天过后，这个世界的经济走向是如何偏移，如何被扭曲的？如今，一个世界经济大国，利用前无古人的创造性方法，挟持全世界的国家拥抱在他的脚下，为此只为了针对一个还在发展中的国家施加打压和拦堵。倘若他得逞了，中国弱了，对手被消除了，接下来会不会就利用关税所得到的银额，去购买那些小国的债券，亦或购买小国的货币？因为这两者皆如观世音菩萨套在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圈，可以在念咒之后把小国的命脉给紧紧地控制着，让他们不能动弹，只得乖乖地跟着他的命令走。这是我阅读了米兰的报告之后，感觉到分析到世界未来的命运，我因此感觉非常担忧。还有届时，小国之间会不会因为争取美国的经济地盘而血流成河，伤痕累累？这种的局面会发展到物理战争爆发吗？同时，美国会不会在中国经济衰退时刻跟中国干架？届时整个亚洲，特别是东南亚经济会不会一起沉沦？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问题。